15年前，希望岛经历了最冷的一个冬天。我的父母带走了一部分用来维持底层供暖的高压蒸汽核心，他们许诺会带回地表永不枯竭的阳光，但他们再也没回来。英雄变成了卷款潜逃的罪人，而我是骗子留在岛上的唯一遗产。目标在更区，重复，他身上有高辐射能量源。野种又在惹什么祸？想抓我？先问问你们的靴子答不答应？该死！这小子跟耗子一样，他对管道比我们熟。理事会有令，那蓝光隐藏着当年蒸汽核心的秘密，无论死活必须拿下。小祖宗，你疯了！我不是让你待在下层区当透明人吗？你告诉我这只是个坏掉的温压表，是我父母留下的唯一遗物，我把它当成宝贝带了10年。他今天为什么自己裂开了？不可能！15年前我亲手用铅水封死了它的核心，把你父母的东西全锁起来了。我警告过你，永远别去碰那些东西。道克，你到底瞒了我什么？这东西一亮，执法队就像疯狗一样杀我。这是要命的东西。我父母到底去哪儿了？他们根本不是卷款潜逃的骗子，对不对？15年前，你父母就是拿着他的设计图，蛊惑底层人交出了救命的蒸汽核心。结果呢？他们死在外面，你成了过街老鼠。我放弃了协会学者的身份，装疯卖傻在这下水道里躲了15年，就是为了不让你卷进去，让你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他们追来了，带上他，从垃圾拉道滚出去，去找衣服。那个断臂酒鬼，他手里捏着理事会的把柄，执法队不敢硬闯他的地盘，快去！伊夫船长，我叫埃迪，道克让我来找你。道克，那个老疯子还没死呢，滚！别打扰我喝酒。他们说你的漫游者号是地海最快的船，而且你当年和我父母上过同一条船。就是那个野种，你还有脸提他们？这东西醒了，我要出海去找他们当年的航线。你当年既然活着回来了，难道不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找什么？闭嘴！就因为那个该死的传说，我这条胳膊永远留在了那里。他们答应过我会带着希望回来，结果呢？我用闭嘴换来了这条命，苟活了15年。我绝对不准任何人再因为那个狗屁谎言去送死，尤其是那个骗子的儿子！现在立马给我滚！你说他们是骗子，那这是什么？你当年就在他们的船上，你丢了一条胳膊，躲在这里喝了15年的酒，不是因为他们骗了你，是因为你害怕面对，你怕这东西亮起来，你怕发现自己这15年的逃避和认命，全是一场可悲的笑话。奉3叶理事会命令，全部抱头蹲下。伊夫船长，算你识相。现在把那个通缉犯和他手里的东西交过来，理事会可以当今晚没见过你。看来你这15年认的命，在他们眼里连当个人的资格都不存在，只配当条听话的狗。我定过规矩，带枪的狗不准进我的酒馆。我们去哪儿？全城都要被封锁了。我的船坞！你疯了？去那里不是被瓮中捉鳖？我的船坞建在第17号主地热排气阀上。他们要是敢动用重火力，半个上层区都得跟着上天。这就是漫游者号，它还能动吗？主锅炉早就报废了，现在它就是一团废铁。我可以修，我在下层区修了10年的锅炉和高压管，哪怕最微小的气压泄漏，我也能听出来。伊
伊芙船长，好久不见。你的脾气还是和你的破船一样又臭又硬。我是凯，现在的执法队总指挥。难怪外面的狗叫得这么难听，原来是你牵的绳子。我只是来传达第一领事的善意，把那个小骗子和罗盘交出来，再把你手里那点事彻底解决掉。他会既往不咎，不仅清空你所有的案底，还会给你一张通往上层区的永久居住证。你可以体面的度过下半生，不用在这下水道里等死。至于你，骗子之子，别再做你父母那样的白日梦了。交出罗盘，别再引来深渊的注视。我的命，换一张上层区的居住证，和旧账一笔勾销的安稳日子，这笔买卖很划算，对吧？如果你想拿我去领赏，最好现在就动手。15年了，我受够了这种忍气吞声的日子。小子，去拿工具。好，我们要让这头死透了的野兽重新吼起来。比想象的还糟，核心管道13处严重泄漏，最要命的是主增压环碎成渣了。我就说它是一坨废铁，没有增压环，这艘船就别想开动。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也得修1个月。我们就在这耗1个月，反正你的船坞在主排气阀上，理事会不敢硬来。可是他有别的办法，切断水循环系统，封死所有的换气扇。这里是个密闭的铁罐头，最多3天。不用他们动手，我们就会在这里活活憋死。这就是凯的善意。别杀我！我不是执法队的。还是个孩子，你怎么在这艘船上？这是我的地盘，我偷偷住在这里很久了。要不是你们弄出那么大动静，我才不会掉下来。好啊，一只偷东西的小老鼠，在我把你扔出去之前，说说你刚才都听到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听到。我偷不是藏了好多好东西，我甚至能帮你们修船，只要你们带我走，我都能给你们。好，去搬你的存货。我发誓，这是我这辈子干过最不体面的事儿。道克，你怎么找来的？你前脚刚走，执法队后脚就把我的实验室烧了。我顺着你平时钻的那些废弃官网摸过来的。艾迪，你父母当年造的孽，现在报应到我们头上了。理事会为了找罗盘，正在下层区随便抓人，反正横竖都是死。道克说你们要干票大的，老子当年就是烧锅炉的，算我一个。死在大海上也比死在执法队的枪眼下强。你们还能撑多久？1天，还是2天？现在出来，我还可以保证你们死得痛快点儿。他们说，只要交出罗盘，认了命就能活。但我父母认过命，伊芙船长认过命，我们在下层区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认了10几年命，结果呢？现在外面全是拿枪指着我们脑袋的猎犬，要么在这个铁罐头里等死，要么把这艘船修好，把天捅个窟窿。伊芙船长，3天，给我3天时间。不，你只有71小时59分了。丽丽、道克，全去帮忙，动起来！艾迪哥说的对，主增压环没法修补，材料在黑市上找不到替代品，整个希望岛只有防守最森严的中央仓库里才有备用件。中央仓库那里驻扎一整个执法大队，我们现在连门都出不去，怎么偷？不用出门，从地下走。伊芙船购下面的17号地热排气阀，连接着废弃的冷却官网，沿着官网逆行3公里，就能直接通到中央仓库的地下排水层。地面的守卫再多，地下也只有几个清扫机器人。逆行冷却官网，那里面的残余高温和毒气会要了你的命。留在这里也是死。我知道在哪个节点能避开毒气。道克，你以前是协会的高级学者，我需要中央仓库的地下结构图，越详细越好。找对人了。我当年黑进过理事会的工程网，等我3分钟把路线导入你的便携数据板。我来帮你改装一套防毒面罩和低光护目镜。指挥官，最多3天，里面的人就会窒息，需要强攻吗？强攻？那是蠢货的做法。万一伊芙引爆地热阀，我们都得陪葬。我要让他们在绝望中自己把罗盘送出来。可是以伊芙的性格，他宁可引爆船坞也不会投降。他不会坐以待毙。那艘破船的引擎15年前就报废了，想要冲出去，必须修好它。去查一下，漫游者号这种老式蒸汽船，
引擎最容易报废且无法手工锻造的核心零件是什么？报告指挥官，是特种型号的主增压环。我们哪里有存货？只有中央仓库的地下冷库。去查船坞地下的排气系统，能不能通向中央仓库的地下层？报告有一条废气管线，理论互通，但环境恶劣，不可能有活人走过去。普通人不行，但那个骗子的后代可以。别忘了，他可是在下水道长大的老鼠。暗杀小队，跟我去中央仓库地下层，我要看这只老鼠能往哪儿钻。下水道的老鼠确实比常人更懂怎么钻洞。你比我们多想了一步。那艘破船想重启，少不了这东西。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推理题。把罗盘留下，理事会的耐心用完了。你们摆出这么大阵势，就为了抢2个骗子留下的废铁？那是引来深渊的信标，外面根本没有什么地表，只有无尽的畸变体和死亡。你父母已经疯了，难道你想拉着全岛的人陪葬？既然外面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到底在怕什么？敬酒不吃吃罚酒。动手！别管视线，封死所有出口！废物！给我用热感像装置！C 区正在朝排污口移动。艾迪，我听到了警报声。他们在切门，我最多撑2分钟，准备接应。把门揉开，他跑不掉。门一破，他就没命了。既然他们封锁了地面，那我们就把他们的眼睛戳瞎。你想干什么？等等，你想用船坞的变压器反冲城市电网？能做到吗？理论上可以，但船渡的变压器会彻底报废。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回来了。丽丽，去切断蛮有者号和船渡的物理连接，保护我们的船载电路。明白。物理隔离完毕，船只安全。反冲代码植入完成，电流逆转程序已就绪，随时可以引爆港区电网。艾迪，闭上眼。夜视器过载烧了，什么都看不见。是 EMP， 那个疯女人去手动开启备用发电机，换机械切刀，给我把船造的门生生撬开！干得漂亮，义父。我就知道你能赶回来。接着，小子们，他们在切门，线索顶多再撑1分钟。丽丽，外部电网隔离确认了吗？物理插头已拔出，船载电路完好无损。好，打开燃料管路，点火。压力正在上升，管线密封良好，增压环运行正常。伊夫船长，心脏恢复跳动，随时可以离港。收到。不准用爆破弹打断他的推进器履带。想留住我，问问这头野兽答不答应？
出动所有巡逻快艇，绝不能让他们跑了！好久没这么刺激了，这才是科学该有的速度。我们成功了，我们出来了，爸妈，我踏出第一步了。都别高兴得太早，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右满舵，进前面的乱石区。不行啊，船长，他们太快了，我们迟早会被追上的。闭嘴！你不是说你的仪器能预测海流吗？长条活路出来！啊，声呐瞎了，正下方的海底地形消失了，有一股极其庞大的生物能量源正在急速上浮。伊芙，把船速提到最高，冲出乱石区。坐稳了。他们跑不掉的。通知所有单位，拉开阵营，饱和式攻击。队长，我们的声呐探不到底了，下面是个无底洞。是深渊巨兽。这不是普通的深渊巨兽，这是领主级的异变体。散开！发射高爆弹，炸断他的触手！全速冲过去！船长，我们来了！左满舵进回音峡谷，他太胖了，挤不进去。该死，他在上面，这峡谷变成案板了。水流的空话声，这不是怪物，这是一台巨大的液压泵。3号肌肉群正在蓄压，水流被排空了，是右边。伊芙船长，他下一次攻击在右舷，提前2秒，左打死。你说什么胡话？左边是死路，我们会直接撞上岩壁的。你看到的时候就晚了，他的力量已经蓄满了，相信我！都给我抓稳了！小子，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我能听懂他的发力点，就像听懂一台漏气的锅炉。别管这个了，他扑空了，峡谷出口就在前面，冲出去！我们出不去了。没救了，他的能量毒素超过了装甲的承受极限。把所有蒸汽压进主推进器，我们直接撞过去！这不仅是指南针，这是一把钥匙。
们是不是闯进了神明的坟墓？不可思议，这里的岩层结构有明显的人工雕琢痕迹，探险家协会的档案里从来没有过这种建筑风格。别管这些了，注意警戒。那头畸变物虽然没追来，但这里安静的让人害怕。艾迪哥，左贤的冷凝管裂了3条。不仅是冷凝管，刚才躲避触手的时候，主船皱轴发生了错位形变。这艘老船到了极限了，如果不停下来进行深度校准，会出大问题的。见鬼！迷雾里有强磁干扰。艾迪，引擎还能撑多久？我们需要冲出这片误区。撑不住了，转动岛卡死了。引擎停了，我们被困死在这个鬼地方了。哟，这不是我们的大英雄吗？差点把我们也送去见你那个骗子老爹。让开，我要去甲板核对罗盘方位。还看那破玩意儿？就是因为他，我们才惹上那头怪物。这种失事的航行，老子不干了！返航，凯的舰队就在回音峡谷外面，退回去只有死路一条。往前走，只要找到遗迹，里面就有无尽的可能。我们不都是为了逆天改命才上的船吗？都在这儿吵什么？船长，这小子是个扫把星，引擎废了，我们现在就是在等死。如果刚才没有他，你现在已经在怪物的肚子里了。坐我船上是我决定，谁想走，我现在就给他个救生圈。这片雾里有什么，你们自己去试。去干你的活儿，引擎修好前别惹事。下面地表怎么可能在海底？嘿嘿，这就对了。什么对了？迷雾屏蔽了电磁波，但屏蔽不了引力。我的重力锤显示，这里的重力场是折叠的。罗盘指的不是物理上的海底，而是维度的更深处，屏障就在脚下。趴下，有东西过来了。离席！别打他们的肚子，里面全是酸液，会腐蚀甲板的。找光他们！船长，前面的雾被排开了，水流不对劲，有巨大的东西靠过来了。是亡灵舰队，看见他们的人都会被吸走灵魂。闭嘴！那是一艘旧时代的沉船。那不是死船，它的航向是逆着水流的，它在把我们往暗礁上逼。你看得出来？看船首的浪花，它的吃水线在变，有人在压舱修正重航线。有人在这里劫船。这里是王者的后花园，活人留下买路财，或者把那个发光的罗盘交出来。哪儿来的阴沟老鼠，敢劫我的船？我是伊芙。独臂一扶，曾经的王牌，现在也不过是个带着一群废物的残废。史巴克，希望岛黑市的强盗头子，他怎么会在这儿？那个小骗子也在，正好把你爹留下的罗盘扔过来，我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道上都说那罗盘指向深渊里藏着的古代宝库，只给你们留10分钟的时间。硬拼不行，引擎死了，我们连规避动作都做不了，装甲扛不住他们一轮齐射。而且那艘船那是经过改装的武装运输舰，火力是我们的3倍。他只要罗盘，说明他根本不知道罗盘的真正用途是指向屏障，只是觉得它是宝藏的钥匙。丽丽，把你平时做的那种废品给我一个，能不能在外面加个发光管，做成罗盘的样子？没问题，给我5分钟。你想干什么？赌徒最怕什么？最怕迎来的筹码是假的。巴克，你想要这个？拿过来！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深渊的诅咒。我父母就是因为他死的。谁拿着它，谁就会被神明盯上。吓唬小孩呢？不信，那你自己来拿。蠢货！上钩了。抓到了！这是什莉莉，2号鱼叉炮。启动手动绞盘，把它拉上来当人质。别开炮！老大在他们手上。现在谁才是残废？伊芙，你个疯婆子！凯的舰队就在后面，你抓了我，你也跑不掉。少废话！让你的船把备用高压笑瓶送过来，还有水和口粮。还有，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航线的？快跑！罗盘预警了，超级风暴，不是引力坍塌，就在我们脚下。抓紧，我们要掉下去了！放开我！我要回我的船！救命啊！丽丽，启动高压蒸汽浮空囊，虽然没测试过，但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加油呀，小窝2号！如果我们晚1秒拉杆，别看了，看前面，那是出口吗？反重力层，书上写的是真的。地海的底部居然还有这种物理夹层，这足以证明我的学说。这里就像是世界之外。别感慨了，看看我们的船，蒸汽气囊在漏气，我们再慢慢下沉。如果不找地方停靠，气囊干瘪后，我们还是会砸到底下的海里。去那里，希望能找到修补气囊的材料。这比希望岛最贵的宝石还要漂亮。别碰！我妈妈的生态笔记里写过，地海深处的发光水晶是会吸食热量的寄生体。有人来过，而且就在刚才，这是高频震动刀的痕迹，凯的先遣部队。我就知道你这只老鼠命大，死不了。你们是怎么抢先一步来到这里的？理事会的突击艇可比你们那艘破船要快得多。你们引发的重力漩涡留下了巨大的能量航道，我只是顺着你们开的门抄了个近道而已。把罗盘交出来，别再挑战我的耐心。穿甲弹竟然无效！小子，发什么愣？打还是跑？退路被封死了，它的动力核心在胸口。哎，别刮痧了，打它的膝关节，我听得到里面齿轮卡顿的摩擦声。闭嘴！我需要你们来教我做事。好机会，姨父，送我上去！给我开！不错的配合，但这改变不了你是通缉犯的事实。你早就知道这里，对吧？理事会到底隐瞒了什么？我只知道这层屏障外面是足以覆灭整个人类的神明。我们把你挡在这里，是为了保护希望岛。
交出罗盘。这就是神明的意语。切断通讯频道，全员注射高浓度神经阻断剂。压力泄漏，2号阀门失压，是超载，只是锅炉超载的噪音。滚开！别靠近我们！别过来！看，他们在避开高温蒸汽和衣服的火焰，那东西怕光，极度的强光。你怎么知道？我妈妈的生态研究笔记里写过，这种诞生于极渊深处的变异体，感光细胞绝对是退化的。帮我打掩护，我去把南透镜的角度转过来，把头顶的发光苔藓折射下来轰他。如果你敢骗我，我就毙了你！看这里！莱迪，导要塌了，快滚回船上！刚才为什么不趁机自己跑？这次算还你的人情，下次见面我还是会开枪，为了人类的存续。快走！这地方的引力场彻底崩了。气囊补好了没有？只用速干胶封了一半，勉强能浮空。我们要拉升高度，回到上面的海里去。不，往下走。穿过那层紫色的膜，下面是什么根本没人知道。罗盘的指针死死指着下面。我父母当年没有退缩，我也不会。莱迪，别做傻事，停下船，那下面是寂静深渊的绝对禁地。你听见了吗？他在怕，高高在上的第一舰队在怕我们下去。那就让他们怕个够。丽丽，切断气囊阀门，全员缝装准备。如果这下面是地狱，那咱们就去趟地狱。终于恢复正常了。这里的外部水压大的敲鼓。各舱室报告受损情况，全功率推满螺旋桨，我们不能停在这堆紫色的鼻涕里。我们在被重力拖着下沉。这里就是真正的寂静深渊，没有任何水流的声音。罗盘在和这些流体共振。泰迪哥，螺旋桨的传动齿轮快崩了，流体阻力太大，推不动。不，这是一种液态的高浓度生物能量场。没时间研究成分了，丽丽，切断螺旋桨的离合器，把主锅炉的排气阀口径调到最小，直接连通尾部的排水管。你要干什么？那样排气管会因为瞬间超压炸裂的。不这样做，我们就得永远困死在这堆紫色胶水里。在尾管里制造空化爆炸，用蒸汽的后激力把船推出去。开！太美了，没有纷扰的杂音，这是生命的终极形态。刀客，别看太久，小心中招。嘿嘿，好大的鱼，好多肉，给船长做个全鱼宴。
真香，这肉真嫩。你也想吃？别抢我的鱼！不是幻觉，是这片海域的无声污染。在引擎室里，因为有爆破的噪音，我才没中招。伊芙、莉莉，你们在哪儿？回答我！好多手，他们在抓我！妈妈救我！该死，全都中招了！打破安静的卫教徒，献祭他给神明。醒醒，我们还在船上，这都是你们脑子里的幻觉。长出来了！看啊，雷欧、琳达，我把手找回来了，你们没死，太好了！伊芙，那是幻觉，你是钢铁做的！闭嘴！你这个怪物，你也想放我的手吗？听钢铁的声音。该物，刚才我看见了地狱，这船上还有正常人吗？只要有持续的机械噪音，就能保持清醒。我们得去广播室，把引擎的杂音接到全船喇叭上。绝对的物理隔音，别想污染我伟大的大脑！你们这些深渊的杂碎！道克，声波源头在哪儿？哦，你这一下差点震碎我的耳膜。是低频共振波，不在水里，就在我们船底的压赠水枪，有东西贴在我们的船皮上。压在水枪，他在把我们的船体当成放发器。外面是高压凝胶海，什么鬼东西能穿透3层钢板钻进来？不是穿透，是从排水阀的缝隙渗透进来的。是深渊共鸣体，它在把外面的精神污染信号放大。别开火，这是密封水舱，跳弹会打穿船底，整个舱腹会因为内外压差瞬间爆炸。用高温。给我咽下去！我才梦见我的白手长了牙齿要吃我。都没死，就给老娘站起来，检查各舱室气密性。还没结束，那只是一只寄生虫，它的母巢就在前面。这不可能，他怎么会在这里？那是探索者3号，是15年前你们队友的船。船首编号清晰可见，那是探索者3号，15年前那支探险舰队的领航船。如果他在这儿，说明你父母的座驾也一定来过这里。但这艘船不像是触礁，船体中间严重向内凹陷，它看起来像是被什么巨大的东西硬生生捏碎的。这里的珊瑚不对劲，我要那艘船的航海图册，里面肯定记录着那支舰队最后的去向。太危险了，森林太密，我们的船根本开不进去。我带莉莉做球形潜水重过去。不行，你是船上的主心骨，我是唯一的免疫者。如果里面还有那种精神污染的共鸣体，只有我能扛得住。我的体质能适应这片深渊的频率，这就是我必须去的理由。艾迪哥，这些珊瑚是不是在动？我感觉它们好像在盯着我们。关掉主探照灯，切红外模式，保持绝对安静。你留下接应，我自己去。
备得罪了。艾迪哥，是陷阱！这些珊瑚是活的！给我动手！波利奥撑不住了！莉莉，启动紧急脱离程序，扔掉所有配种！走不掉，左侧推进器被古斯卡死了。艾迪，那些珊瑚底部的根系全都是连通的，这整个森林就是一个活着的神经光环，他们在思考。让我听听你们呼吸的空隙。左旋30度。前面是死路！那是神经节的盲区，抓稳了，撞过去！交出盒子，艾迪。松开那钳子，凯，否则我把你的新玩转轰成废铁！你的老式滑铜炮打不穿我的能量护盾，伊芙，别逼我开火，我只要那个盒子。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追到这里来？那是理事会的最高机密，也是你父母叛国的铁证，证明他们妄图破坏地海封印，毁灭全人类的证据。地表是存在的，但那里已经被那些不可名状的神占据了。人类只是躲在地下排水沟里的虫子，如果我们跑出去，就会被碾死。封锁一切通往地表的航线，那些探险家是在找死。为了人类的存续，谎言是最高级的保护。谎言是保护，但我父母从未背叛，他们只是想为地海找一条活路。活路，他们引来了深渊的注视。如果你能看到这个记录，说明我们已经回不去了。但我们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地表的神明并非无敌，他们在害怕。这次屏障根本不是神明建来圈养我们的牢笼，而是远古先驱建来保护我们的堡垒。我们没有逃跑，我们正在前往尔虞回廊的尽头，去寻找方法。这就是你说的叛国，他们在找加固屏障的方法对抗神明，而你们理事会仅仅因为害怕底层知道真相后会丧失统治权，就把他们打成叛徒。你们不是在保护，你们是在拉着全人类等死。这不可能，第一理事说过。别管那个混蛋了，快给我滚回船上！不行，这怪事体型太大，只有漫游者号的主炮能破防。他现在知道真相了，我们不能失去这个伙伴。莉莉，把潜水中的高压蒸汽管拉出来。没死就喘口气，借助外界气阀。我用高压蒸汽帮你把熄火的反应堆强行冲开。你疯了吗？给你的敌人修船！少废话，不想死就跟我合作。接驳口在左舷，别拖后腿，水管工。快！堂堂老式蒸
泡的味道。开火！你高能反应，那是泯灭波，被打中，我们就连灰都不剩了。系统重启，光子鱼雷装填完毕。打他的眼睛，我听得到那里能量堆积的声音。衣服，帮他破甲。因为我要你活着看到真相，看看你一直效忠维护的秩序，究竟是保护伞，还是屠宰场？那个盒子的信号源就在正前方，那里是耳语回廊的尽头，也是这片地海维度的边缘。我放弃了，我一直以为我是在拯救人类，没想到只是在当帮凶。但我会盯着你，如果你引发了足以毁灭地海的灾难，我会亲手杀了你。随你便。海底，你看，罗盘的结构变了。这是坐标锁。罗盘不仅是地图，它本身就是那扇门的物理钥匙。那扇门后面到底是什么？是屏障，连接地海与地表，或者是隔绝两者的维度屏障。我父母当年一定是去了那里，我们要去打开它。这根本不是人类的工业能力能造出来的东西，这是神迹。不，这是牢笼，让我父母失踪，让全人类被困千年的罪恶之源，就在这堵冰冷的铁墙后面。我要带着罗盘过去，那个孔洞是唯一的物理开关。这次我和你一起去。不行，这面墙散发的精神压迫太强了，就算是凯的那些精英，靠近了也会发疯。只有我能去，我的体质能适应这种污染。小子，你长大了，去吧。如果你回不来，我一定要把这堵墙轰个大洞。省省吧，你的炮弹连给他挠痒都不够。回去，禁止通行，前方即是死亡。闭嘴！你们这些异语，休想挡住我！我必须这么做，为了他们。检测到守门者血脉，基因序列吻合，最高权限确认。守门人血脉高维凝视。爸爸妈妈，你们到底瞒了我什么？我脑子里的抗体就是你们留给我的遗产吗？屏障外侧检测到高维生物实体凝视，是否强行开启？只想要真相。欢迎来到饲养场。动不了，这就是什么？警告：隔离层破损率30%，检测到高维捕食行为，建议立即关闭。不是，我们是食物。迪里斯一直说外面是地狱，原来他早知道，我只是把地海当成了猪盾。别看，别看他的眼睛！天哪，这频率太完美了，这就是毁灭一切的力量！海迪，你在发什么呆？快用罗盘关上它！该死，锁定不了，那是光影，不，那是更高维度的投影。海迪，那东西要钻出来了！如果是食物，那他想吃的不是肉，是意识。我必须把这种频率转化掉。滚回你的笼子里去！逆转，逆转！
关上了吗？关上了。安妮哥，你吓死我了！你昏迷了整整3天，还好我用冷却浴帮你降了体温。不可思议，这东西的能量密度比核反应堆还高，它和你共生了。我的学纵是对的，高维生物是可以降维接触的。比起你的手，你最好先解释一下那个饲养场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把数据传回了理事会，但我父亲切断了我的通讯权限，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真相，他骗了所有人。地海不是避难所，地海是一个培养母。人类的负面情绪、绝望、恐惧是他们的粮食。那些神明呓语其实是催熟剂，所以我父亲严禁探索地表，不是为了保护我们，是为了防止我们逃跑，保证他作为农场主向神明上供的产量。没错，第一理事就是这群怪物的牧羊犬，他用无数底层的命换取他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我的天哪！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被吃掉。去他妈的饲养场！老娘可是硬骨头，敢吃我，崩碎他们的牙！罗盘吸收了那个东西的能量，现在它指向了一个新的坐标。哪里？那里，我父亲航海日志里提到的兵工厂。那里是乱树废墟，引力极为混乱，连光都会扭曲。那是唯一能找到反击武器的地方。那个金色的东西虽然被关在外面，但这滴眼泪，它在试图同化我。我们时间不多了。不需要武器，只需要献祭。艾迪，醒醒！低等生命体，聒噪。用反向磁声波干扰它。莉莉，去底舱把主电容的副线拉过来，我们需要大功率物理电机进行系统重启。伊图，你们船上怎么回事？我的雷达显示你们那边出现了足以融化反应堆的极高能反应。这小子被控制了，凯，用你潜艇的深水牵引光束定住他。高压牵引光束会压碎他的身体。按我说的做。婉拒。对不起放弃抵抗，成为我们的终端，你将触碰真理。真理你大爷！这里是我的地盘，连锅炉爆炸的轰鸣都盖不过我的意志，你算老几？想吃我，那就看看谁的胃口更好。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我是修理工，我最擅长的就是给你拆碎，留下当电池吧。好想把这玩意儿给关起来。你把那个高维生物解决了？确切的说是物理隔离了，我的基因抗体把它强制降维，变成了一个生物反应堆。虽然极不稳定，但我能感觉到，这股能量足以撑开乱树废墟的引力扭曲。你父亲到底是什么人？一个底层的探险家，绝不可能拥有对抗高维生物的基因抗体。我也想知道，直到我在罗盘里发现了这个。快！外围封印守不住了，我们必须启动底层的方舟系统，把地海的坐标彻底隐藏。住手！这是叛变，神明拿不到贡品，就会强行撕碎这层空间，启动那台破机器，会抽干希望岛上层区所有的地脉能源。你难道想让维持人类文明火种的音乐、油画、雕塑、沙龙都直接消失？把底层人类当成家畜养殖，送给这群怪物当口粮，只是为了维持你们上层区那虚假又奢靡的繁荣。按时上供，才是人类文明能够延续的唯一方案。
绝不允许你们破坏我建立的秩序！那个开枪的人是我父亲，他为了所谓的统治权，像把人类当食物的怪物屈膝。看来我们的父辈曾是并肩作战的队友，而且是你父亲背叛了他们，封锁了真相。我不信，我要亲眼看到完整的真相。去乱树废墟，录像里那座下沉的方舟遗迹，就是我们要找的兵工厂。准备点火，不管前面有什么。这是圣道士报告，我们的正上方海域出现了超大规模的高压排水噪音，有东西在急速下潜，数量不可估计。是地理师的直属裁决军，黑钢舰队。你们保重，我先回执政官号想想办法。我是第一理事卫队最高指挥官铁臂萨尔。凯阿特拉斯，你涉嫌严重叛国，立即解除武装，交出那个底层暴徒和星辰罗盘，否则就地处决。埃迪伊夫，听着，乱树废墟的入口在你们正下方3000米，我来撕开他们的阵型，你们趁乱冲进去。你只有一艘半残的船，那是送死！我是阿特拉斯家族的继承人，萨尔，是我父亲养的最忠诚的狗，他不敢轻易击沉我，而且我欠你父母一条命，也欠地海所有被当成猪了的人一个真相。我得活下去，去亲口问问那个老家伙为什么要劈我。愚蠢的少爷，既然你想当殉道者，那就成全你，瘫痪他的动力系统，全弹发射。就是现在，底舱注水，紧急下潜，别让凯的血白流。艾迪，别看了。凯，活下了。引力长双彻底崩塌了，左舷是10倍重力，右舷是0重力真空，龙骨承受不住这种扭矩，船体解体的。伊芙，切断主引擎的物理控制权，把它交给我。你要干什么？用高维频率对冲高维扭曲。罗盘是这片废墟的稳定器，而我现在的身体就是罗盘的同频发生器。这里的物理规则简直就像是一个喝醉的疯子写出来的代码。这里是地海维度和地表高维空间的物理夹缝，屏气凝神。我们的脑电波如果不稳定，会在这里看到很多不该看的东西。那是小时候的我。儿子，在家听话。等爸爸和妈妈修好那个大机器回来，就带你去一个没有黑色铁皮屋顶的地方，那里有真正的暖乎乎的太阳。是时空回响，这片废墟混乱的磁场，像留声机一样记录了过去的信息碎片。不好，我们驶入了高浓度的时间湍流。艾迪哥，我在变老。如果我们不快点冲出去，而我们会在这里瞬间老死。但这对时间维度的研究来说，简直是宝藏！宝藏你个头！哪条路是出口？那就是我父母日志里提到的方舟。满舵，冲过去！妈，基因序列确认，欢迎归来，守门人。系统最高权限交接程序启动，欢迎来到人类辅权及国事化计划中心。艾迪，当你看到这个影像，我的身体应该已经不在了。
我是留在这里的备份意识。妈，你们当年到底发现了什么？第一理事那个老混头为什么要对你们痛下杀手？因为他害怕失去那张至高无上的王座。地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艾迪，这艘方舟是上一个纪元的远古人类为了躲避高维捕食者而建造的避难所枢纽。我们的祖先制造了这片地海，并用碳锡之墙作为屏障，但屏障需要庞大的能量来维持运转。方舟是一台能够从虚空中抽取能量，加固屏障的超级引擎。但当年第一理事拒绝了我们启动他的请求。他为什么拒绝？这可是能让全人类摆脱高维的唯一方法。启动方舟需要征正地海95%的能源，这样上层区的贵族就没法维持之前的生活了。而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荣光。就为了这点可笑的体面？在他们眼里，是的。他宁可让底层人在严寒中冻死，在绝望中变成神明的口粮，也绝不愿让上层的权贵们过一天的苦日子。这就是他维持的文明。你个老东西！所以他杀了你们，就为了让上层区的贵族们继续过那穷奢极欲的日子。既然他守着那点体面不放，常规启动方舟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我和你父亲偷走了核心钥匙星辰罗盘。我们试图寻找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来加固屏障，一种不需要抽取底海的能源也能启动方舟的方法，那就是反向吞噬。反向吞噬，利用罗盘吸收高维生物的能量，反煮给屏障。艾迪，你的基因被我们微调过，你活着走到这里，说明你已经做到了第一。找到你们了，老鼠！交出星辰罗盘。第一理事口谕：既然家畜不愿意待在圈里，那就连同这堆前朝的破铜烂铁一起销毁。那个疯子，他想彻底断了地海唯一的退路。艾迪，拔出罗盘，带上核心饲料走，这里我来挡住。我不能再失去你一次。艾迪，这具身体只是一段虚假的代码，但妈妈爱你，这是唯一的真实。带着火种活下去。方舟自毁过载程序启动，倒计时30秒。别辜负他的希望，走！你们逃不掉的！全舰队封锁深渊所有海域，把海潮离平也要把他们给我挖出来！第一理事，萨尔，你们一定会付出代价的。现在怎么办？回不去希望岛，后面有黑钢舰队，前面是死路。去世界之轴。世界之轴，那是地海绝对的中心，也是重力最大的极渊。那里可是第一理事的老巢，去那里送死吗？那里是整个地海仗的核心节点。既然他们为了权力毁了方舟，那我就直接打进去，直接改写世界之轴的防御程序。我要把这个吃人的饲养场炸成那群畜生的坟墓。艾迪，伊芙，坐标9。是凯，他还活着。莉莉，准备托育所，医疗组待命。我就知道，你这只老鼠鼻子里……少废话，留着力气骂我吧！别管我了，我是废人了。是不是废人伊芙说了算？他就是断了只手，照样能把你揍趴下。这小子为了给我们断后，硬是扛了旗舰一炮。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了。给我装个义肢，最好能藏武器的那种。
只要你有钱，老娘给你装个火箭筒都行。萨尔没有死，他的旗舰有虚空护盾，但他现在肯定以为我们死了。那正好，我们在暗，他在明。你要去世界之轴，那里有理事会最森严的秘密基地。但我知道一条密道，所有的防御结构图都在我脑子里。但我有个条件。什么？第一理事，我要亲手毁了他。这可是我的杰作，用了从执政官号残骸上切下来的特种合金，绝对比你原来的腿还结实。我们不再是逃犯了，我们是终结谎言的反叛军。那里有常年不散的重力风暴，还有理事会的处刑者部队守卫。那就撞过去。不仅仅是撞过去，我们要从内部瓦解他们。世界之轴的底部连通着全地海的蒸汽管道网络。我是个水管工，记得吗？你是想给他们来个大扫除？我要把那里的压力阀全部炸开，让第一理事尝尝什么是底层的怒火。警报！是异变体群，但他们阵型太整齐了，身上都带着理事会的神经控制项圈。看来他们把异变体当看门狗养了。全员一级战斗准备，让我们给这死气沉沉的世界来点动静！最后的航包点亮了。太多了，这就是捅了马蜂窝的感觉吗？这是牧羊人系统，理事会用高频声波控制他们，打项圈没用，数量太多，必须切断信号源。信号源在那个最大的浮空平台上，那个长得像个大喇叭的东西。丽丽，把引擎出力推到正120，我们要玩个大的。引擎会爆缸的！不冲过去，我们就变成鱼饲料了！冲！不知死活的臭虫，给我咬碎它！干得漂亮，小子！这就是我们要的混乱。别高兴太早，这只是看门狗，真正的墙在前面。这是叹息之门，没有第一理事本人的生物密钥，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谁说我们要走正门？记得吗？我是修水管的，越是光鲜亮丽的地方，下水道越脏。你认真的？我们要钻粪坑？那是通往自由的 VIP 通道。引力透镜效应，世界之轴内部有一个巨大的人造引力源，我们的船太重了，会被交错的重力场吸到墙壁上压扁的。这违背物理学，水怎么可能一直往高处流？因为上面的核心在持续抽取地热能量，加上这里扭曲的引力场，形成了特殊的热虹吸效应。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利用引力场在正负极反转的那一瞬间，我们要像冲浪一样顺着上升的水流冲上去。如果你算错了引力反转的周期，我们整条船就会被撕成碎片。我算过无数次，在那些做梦都在修这根破管子的夜里。丽丽，反向喷射，现在！
把那些垃圾喂给他们。什么垃圾？之前从巴克船上拆下来的那些实心废铁，还有我们在乱树废墟捡的高密度矿石。我们进来了。不管你们是谁，把船上的食物和水留下，然后滚回你们的管道里去。艾迪，那个在下层区修水管的小艾迪，你没死？大家都说3个月前就被执法队处决了。我没死，我不光没死，我还回来了。你这小子，你真的出海了？你见到外面了吗？我不光见到了，我还把钥匙带回来了。情况很糟，理事会最近行为反常，他们在下面大面积抓人，说是要进行大清洗，把底层的垃圾清理掉，减轻世界之轴的负荷。不是减轻负荷，是献祭。他们在成批搜集人类悲痛的灵魂能量，为了喂饱上面的怪物。这位是曾经的第1舰队总指挥，现在是反抗者。我们要反抗，但是我们没有武器，也没有能开出这里的船。武器我有，船就在外面。老约翰，召集所有人，所有还能喘气儿、还想活命的人。今晚我们要把这根轴捅个底朝天。那个该死的老鼠竟然钻进来了，而且在山洞底层的矿工暴动。暴动？不，那是燃料，让他们闹吧。恐惧和原子粉最喜欢的酱料。等到火烧的最旺、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启动底层的清洗程序，一次性收割。遵命。但是凯少爷，没有用的棋子，就该在这个棋盘上消失。你也一样，萨尔，别让我失望。听着，我们不需要跟他们的正规军和重武器硬碰铁。这根柱子看似坚不可摧，其实它的内部全是为上层输送能源的高压蒸汽管道。这里还有这里，只要把这几个主压力阀炸了，上层的动力就会切断，他们的防御系统就会瘫痪。这是特制的小下胶，杀伤力不大，但定向爆破的威力足够炸断那些老化的阀门。行动！太慢了！你们的教官是谁？告诉他，凯阿特罗斯说他教了一群废物。别废话，炸门！我要切断这里的冷却循环系统，让它过热停机。快点，莉莉，他们的增援越来越多了。不行，这系统有独立物理防火墙，是萨尔亲自设的加密。那就物理破解。为了地海，为了活下去，为了地海，为了地海。一群下水道的蝼蚁竟敢咬大象的脚，出动处刑者部队，一个不留。台长官，好久不见，没想到你会沦落到和下水道的老鼠为伍。那是我的副官加雷斯。是我，多亏了你的背叛，我才坐上了这个位置。你的新腿看起来不错，但我会把它拆下来当战利品。走，带莉莉去下一个节点，这个叛徒交给我。你能行吗？这是清理门户。老旧的型号，你的反应慢了，长官。
这就是背叛理事会的下场，死吧！慢的是你。什么？这是莉莉特制的物理过载模式。你这种只知道依赖高端装备的废物，永远不懂。位置坐得再高，依然是我父母。游戏结束了，艾迪，交出罗盘。你做梦！那就去死！这铁疙瘩皮太厚了，我的蒸汽炮根本打不穿它的正面装甲。它的核心能源炉在背部，我们需要绕后。怎么绕？这火力压得我连头都抬不起来。看到了吗？这就是绝对力量的差距。你们那些可笑的理想救不了你们。艾迪，拿罗盘，走！又是你，这只恶心的苍蝇！力量，我需要足以砸碎这堆铁皮的力量。借我一点力气，哪怕你是魔鬼，找死！你也配叫铁臂？毫无华上武高的语言。这是什么力量？这不是人类能拥有的！这是被你们压榨、被你们当成食物的人类的愤怒！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妖术，但你现在动不了了吧？去死吧！义父，义父！老娘还没死呢！开！炸了这里！看来理事会的铁臂也不过如此。义父，你别哭丧着脸，还没见到那个老滑蛋呢。你们比我预想的要慢一点。父亲，不，第一理事，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不，孩子，这只是开始。一直在喂养那些东西，你把地海变成了屠宰场。我在维持平衡，艾迪。你见过那只眼睛，你知道他们有多强大。如果我们不主动献上贡品，他们就会强行撕裂这脆弱的屏障，吞噬一切。我是人类的救主。我用少数人的牺牲换取了大多数人的安宁。那是苟延残喘。我的父母找到了方舟系统，我们可以加固屏障，切断他们的进食。切断，一旦失去贡品，神明就会暴怒。只有完美的同化才是出路。我也在寻找出路。看看这些，我们人类连反抗神明的资格都没有。忤逆只有死路一条。既然打不过，我们就必须去适应神明。人类的文明需要持续，而我来替人类干这些脏活。别把贵族龌龊的事情说得如此伟大。只要能融合他们的力量，我们就能成为神明的眷属，这才是对地海真正的尽忠。
们这些只凭一腔热血反抗的虫子，永远不懂我为了保住人类的火种付出了多少努力。你的对手是我，把那滴神之血交出来。你只是运气好，而我研究了这种力量50年，它是我的了。不可能，还没到计时时间，为什么？因为我把罗盘的屏障反转了，我把他们的闹钟调快了。你疯了！你会害死所有人！你把屏障打开了！我不利，与其当猪被圈养着，不如把这如君掀了，和屠夫拼命！这就是真相。真他妈的壮观！完了。他们醒了，我们全都要死。怕吗？怕的要死。但是，如果你们以为这里是食堂，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是陷阱。艾迪哥，按照你的图纸，地海全部蒸汽管网的压力已经达到物理临界值，罗盘最高授权已通过，随时可以释放。这是把整个地海维度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锅，一旦释放，全地海的高压蒸汽混合着地层深处的地脉能量，会形成一股足以冲破大气层的动能流。我的理论终于要在这个见鬼的世界被证实了！莉莉，动手，开闸放气！这不可能，这是传说中弑神之枪的原理，你怎么可能启动它？方舟明明已经毁了。方舟是毁了，但图纸全装在我的脑子里。地海本身就是一台巨大的武器，而我是用罗盘扣动扳机的人。我们赢了？不，只是把狼打疼了。现在，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看到了吗？神明接纳了我们的臣服，这是神明恩赐。只要我变成了他们的一员，只要还有我在，地海就能继续安稳的活下去。别碰那些雨，那是高浓度的辐射硫酸。该死，这哪是神恩，这是要把我们化成脓水！不，那是消化液，他们在进食前的预处理。终于看见太阳了，神迹啊！辐射值爆表，这不是阳光，这是灭绝光线。艾迪哥，如果你听得见，快关上它。我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我为了自由，引来了毁灭。后悔了吗，救世主？你打碎了我苦苦维系的平衡，激怒了他们。到底是谁在保护人类？是我。现在的我是神明钦定的仆从，我要替他们清理掉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叛党。代行者，我看你是剩饭桶。
就算是毒药，老子也能给你消化了。亵渎者！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使，长得真别致。别管长相了，他们冲下来了。后盾过载，左舷中弹，我们扛不住了！所有的备用蒸汽罐弹射出去，当诱饵。必须关上那个洞。怎么关？罗盘已经过载了。我父母的笔记里提过，世界之轴不仅仅是输送能源的管道，它更是一个插在维度上的巨大栓。你是说这里还有地下室？它的底层核心控制室就在这层下面。休想过去！艾迪、伊芙，你们去。你疯了！你打不过现在的他。我是阿特拉斯家族最后的男人，这也是我的家事。我来终结这个怪物的统治。自毁程序启动。别让我看不起你们！滚！这里就是世界之轴的心脏。罗盘的共振越来越强了，就在前面。雷欧，琳达，15年了，你一直以为你们抛弃了地海，抛弃了我们，原来你们一直被钉在这里。艾迪，如果你看到了这个留言，说明第一理事那个疯子还是动手了。我们没有死在深海里，我们察觉到地海的物理屏障正在不可逆的衰弱。为了不让高维的怪物降临，我们强行切入了世界之轴的核心，选择将开拓者号的核动力炉与中枢并联。我们把自己，这大概能维系屏障在20年的时间。但是孩子，电力耗尽，如果有一天总会破了的。别怕，这艘维图船就是锁。身处驾驶室的操作者会随着滩沙一同被物理抹入。他们不是骗子，他们这15年来一直在拖着地海这片天，而我这个懦夫竟然躲在下水道的酒馆里烂醉了15年。全世界都唾弃你们，只有我知道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伊芙，你会开这艘老型号的船吗？你要干什么？把它修好，让锅炉重新转起来，然后我去当那把锁。这就是反抗的下场。阿特拉斯的血脉到此为止了。老东西，你以为你赢了？艾迪那小子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他只是去送死。你想牺牲自己，就像你父母当年一样。你想让我再眼睁睁的失去一次亲人吗？这是唯一的物理手段。天上的窟窿越来越大，再不塌缩关上，整个地海全完了。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我们没有时间了，伊芙。你是这片海域最好的船长，你的任务是带着大家活下去。多么感人的告别，可惜你们全都要死。我要亲手拆了这艘破船，毁了你们这群虫子最后的希望。休想！莉莉说，这个劣质玩意儿如果不稳定，会炸得非常响。海底，动手！啊！虫子，你们这些该死的虫子！我要杀了你！
小子，听好了，义父，你要干什么？打开！你父母把这艘船留给你，不是让你去送死的。你是地海的航标，航标是用来指路的，不是用来熄灭的。我是船长，船长就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雷欧、琳达，我来替你们守门了。来，老娘在地海舔血的时候，你还在穿尿布呢。我不要牺牲，我不要每个人都为了我死，我要力量，全部的力量！米伊理事，你的审判到了。这里是地海，这里只有蒸汽，没有神。能级无限大，艾迪那小子把整个地海底和底层的热能全抽过来了。他在这根柱子底部制造了一个人造太阳。那不是太阳，那是艾迪哥的怒火。不，我死了，地海就完了，人类的体面将荡然无存。没有我，你们都将被神法毁灭啊！你只是个可悲的牧羊犬。你们活不了的，牧神会吞噬一切。这就是把全人类当作养殖场的最终收割机吗？来吧，让我看看你这台高维的绞肉机能不能绞碎老子这块最硬的废铁！这就是高维机器的威压吗？连靠近外围的能量场都做不到。既然撞不破你的装甲，那就从内部炸碎你的引擎！你的父母化为了灰烬，你的同伴正在死去，接受格式化，你将获得永恒的维度声光。滚出去！他们不是可以被随意格式化的威者，他们是拼命活着的，有血有肉的人。你的升华是绝对的死寂，而我们要的是哪怕全身生锈，哪怕修修补补，也要轰鸣着转动下去的齿轮。想吃地海，老子今天崩碎你的牙！维度探索，这是爸妈留下的最后程序。爸妈，看好了，这是咱们家放给全世界看的最后一场烟火。停下来！我卡死了那个高维存在的坐标，他要用自毁坍缩强行把破裂的维度屏障重新缝合起来，但他自己……艾迪哥，不要啊！傻小子，谁允许你擅自牺牲了？丽丽，把漫游者号主锅炉里所有的定向牵引缆绳全部打出去，给他铺一条回家的路。可是距离太远了，缆绳会被重力扯断的。执行船长的命令。就这样结束了吗？也挺好，至少
安全了。别睡，给老娘滚回来修船！收到，船长。没有心跳，细胞活性已经归零了。醒醒啊，艾迪哥，你醒醒啊！你欠老娘的维修费还没还清，我不允许你死，听见没有？你们怎么都这副丧气脸？我刚才的烟火放的不好看吗？在想什么？在想那台机器，屏障虽然修复了，但它没被摧毁，它只是被挡在外面。那是地表的事了。怎么，水管修够了，还想去修天花板？罗盘的指针虽然停了，但方向已经刻在脑子里了。我父母没有骗人，地表就在那里。虽然现在是怪物的乐园，但总有一天，我们会造出足够坚固的船，把它夺回来。我还没死，艾迪在上面等着我。爸妈，你们背负的骗子骂名，我洗干净了。艾迪哥，高压锅炉预热完毕，护盾发生器状态100%。新研发的深渊相位声呐装载完毕，这次我们能探测得更深。我要把地海所有未知的盲区全部画进地图。小的们，都把螺丝拧紧了吗？各位，我们这次的目标不是寻找庇护所，而是征服未知。只要引擎还在轰鸣，冒险就永远不会结束。主蒸汽阀全开，起航。有人说过，地海是关押人类的牢笼，但在我眼里，它是保护我们在风暴中成长的摇篮。我们在这里学会了呼吸，学会了用扳手和齿轮武装自己。现在摇篮太小了，我们要去造更大的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哪怕外面真的是地狱，我们也要用蒸汽和钢铁把它生生砸出一个天堂。